他的头发生长了已经好几个月了，上次也是做过我们的 model。然后呢，头发是自然卷，发质很好。那今天我会把这些发尾全部都会剪掉，然后后面的长度呢会在这个地方，看一下已经长得这么长了，它的发际线其实都很好，肩颈的距离也很好看啊。头发的自然卷的蓬度其实是比较大的，可以看得出来，厚度绝对够啊，两侧都是一样。它的发际线也没有前面发量特别少，都是正常发际线，这里也是一样，比较正常，就是有自然卷。目前前面的长度在这个位置，这里呢有个美人尖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素材，我很喜欢这个自然卷的感觉。我在剪的时候，其实我还原这个头发的自然卷的一个流向，剪一个精致的一个层次高的头发，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结果。他的头发呢是有自然卷的大的弯，但湿发的时候，其实这时候会出现一种假象，不是特别卷的感觉。但吹干的时候，它是有个大的弯。那我现在要在他的头型上给大家演示一个短的一个高层次短发，给大家去展现另外一种裁剪的方法。那高层次短发有很多种表现，均等层次也可以剪，然后呢放射层次也可以做到。那这一款呢，我希望我给大家演示的时候，我们用剪刀从后区这里开始，底下呢我剪一个反曲线的去除，上面这里呢我剪三角堆积，从而得到一个底下是柔的，这里会有一个向前倾斜的一个重量线。同时呢，这个三角堆积从一直延伸往前去走的时候，得到一个延伸线往前去跨度，那我们把旁边这个碎的就可以拿掉了。然后前面的刘海我们根据边缘层次来剪一下，随头型的一个角度，这样是一个组合的一个结构，得到一个廓形，从柔和的发尾到一个三角的延伸线。在分的时候呢，我分到这个头顶到我们的发际线以它的落点的中间，这个下区呢我们是作为反曲线来去裁剪，做一个去除。那么在这个区域的话，我要保留两边的长度，中间剪短，两边放长。最后外线我可以通过削刀来去做修饰。那在分配重量的时候，上区理应要比下区多，这样的话可以得到一个好的一个重量分配。如果我们下区分得很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那就是以全去除为主了啊。这时候在提拉的时候，这里的这个长度就考虑到我上区和下区要不要做连接，那我是在选择给它做连接，所以这里呢在提拉的时候我放3到4公分就可以了，全部理解反曲线的结果，上短下长。那么在裁剪的时候呢，我们斜的往旁边去分配，这底下的长度呢基本上没有动摇它太多，外线我要靠划剪或者是削刀来去做。每一种层次都有它自己的一个表现形式，那这里也可以像这个发质有自然卷的，发质又很好，我完全也可以用削刀来去做，就看我们想表现是纯结构这种质感细腻的质感的结构，还是削的柔和服帖的。像我们刚刚剪完操作的一款头发，虽然它头发一直漂过不是很好，但我选择削刀去做的时候，同样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柔和度。这一款呢，我就选择全用剪刀去剪。其实只要我们的剪刀能控制好每一个形体的层次、匀度和它的结构的一个走向，又能控制好比例，我觉得剪什么头发都是换一种工具而言。这里呢，我们在往上带的时候，
旁边这里呢就会慢慢放长了。在分配的时候呢，满三角这样去分配，越到旁边呢就越接近于我们的放射层次。中间这里我也很多，但是呢底下我没动它，长度依然在。在剪的时候是一样的，长度3到4公分上面。慢慢斜的往前分配，都是以中间这个点慢慢往旁边延伸，手只要不超过我们的转角线就可以了。这里头发全部往转角线以内带，剪的是上半部分的头发层次。有的人喜欢把这里剪得很整齐，还有一大片往上去做，我觉得那个都只是方法，怎么去理解这个层次带来的结果，如果你能控制好，那我觉得其他都不是最重要的了。这样剪完之后这里都会很薄啊。下去剪完之后，我们这里呢整个侧面以及到这里全都是按三角堆积往前去裁剪，这里斜的往前分。那么在这里所剪的这个层次，我们到底是要以固体层次为主呢，还是剪完之后它出现是一个堆积比较柔和的层次？这要根据头型来决定。如果头型这里很扁，我们可以剪得重一点。那在它的头型上，它的弧度其实不错，所以呢我不需要给它剪特别重，所以我以这里的这个长度，这里的这个长度导线堆积的这个层次，一个落点比较柔和的。如果这个时候我在剪的时候我要把它拉得很低去剪，那这个时候出现就会很重。那它的头发呢，我不是想要剪堆积很重的一个结果，顺着这里来，它的张力是很大的，同时也有自然卷，所以我以剪柔和为主，顺着这里来，一直顺着这里走，是一个很轻的一个堆积层次。往旁边一直走，这样就延长了这个外侧。这个时候到第二层，我们直接画到我们的侧部点这里。我要把这个特别碎的剪掉。这一层剪的时候呢，这里的头发很松，轻轻的带下来就可以了。顺着这个堆积的切口，我想要重量线的时候，我就一定把角度拉得很低；我不想要重量线的时候，我只需要移动。同时呢，我在剪的时候，这个斜线是我要的，我可以把它剪得更斜一点，那么就平行的划分线往后带。那如果不想要太斜的时候，我这个时候就要从侧面开始往前延伸，手跟着过来，跟着过来。这里就不需要剪得太斜。同时我们提拉的这个角度呢，它一直是在提升的，不要重量线啊，就是出现这个斜的往前的。那这个时候就要看这个边角地方我们想要多长，这个时候我要把耳垂露出来。在湿发的时候，我们耳垂是盖住的，这个时候刚好在这里。那么在剪的时候呢，不需要这里特别尖啊。我觉得这个时候是我们看自己对头发一种理解，不对了我们马上去调整打磨。我要把这里做完之后是我要的那个结果就可以了，顺着往前走。这个时候我分到退化点，他的头发比较蓬松，后面这里不需要提拉什么层次，它自己会松起来。不想要剪这种酷感的，那我们其实再用削刀去削柔就可以。我想把结构剪得比较扎实，我再去提拉这个发片，一直顺着这里。
刚好把它发梢基本上全剪掉。前面我不需要太长，收掉它。越到前面这里了，我们角度越低；越往后面，我们角度越高。这一头发多的人，这里呢，要不要这个堆积，其实一点都不重要，结果就对了就可以了。一直把发梢不是拉得特别的直，轻轻的带过来就好了。这样的话，它一个轻的堆积就有了。再往旁边越低，也剪不到头发了。这边一样，根据我们另外一侧剪完的导线，这边是顺手边，所以操作起来会比较快。这边头发也没有那边蓬，所以角度可以带高一点点。这边是顺手边，逐渐往这里走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边缘的头发粗过来，能剪到的直接就当做是这个层次剪完就可以了，剪不到我们也不用去管它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出来是一个比较柔和的一个堆积层次。这一层剪完之后，其实不会有太明显的重量线，本身就不是剪堆积很重的。第二层直接分到我们的侧部点，那也有通过这个方式可以剪完之后前面非常立体，上面比较重，就是看控制我们的重量。上面这里呢，我们顺着这里剪就可以了。只是这个时候不需要前面特别斜而已，平行这里了带起来，手位往前收，这样剪完之后会偏长，我觉得长了，我可以再收一下，不是光剪边角就可以了，这里是一直收回来。这个时候越往前面越低，越往前越低，这样才能收得到我们前面的头发。在湿发的时候刚好盖住这个耳垂，这样差不多。同时呢，我这里还可以做一些点剪，或者是去一下内侧。我看一下另外一边的长度，耳垂这个位置，直接分到我们的退发的，这里也剪不到什么头发，因为它头发就这么长，逐渐去剪。对于头发张力比较大的，其实我们可以大胆去剪，除非是要剪堆积很重的层次，否则我们可以快速的这样提拉，得到一个结果。最上面我也剪不到什么头发了，因为它本身就是层次高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得到的结果是重心向前靠的。那待会就是要怎么去把这个外面的头发剪完之后，它是有感觉的。对比起来之后，形状、层次都要有这个视觉。这里不需要特别齐啊，差不多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根据后面这个长度，随头型去剪，刚好把这个发梢全部去掉，也就是把顶上这个重量呢去掉了一点点，也是为了把它发梢这些黄都全部剪掉。这里我可以剪反曲线，我也可以随头型走。在分配的时候像切西瓜一样放射，随头缘去辐射这个分配，按照放射分去分配。
直到剪不到头发为止。一样的方法，其实剪到这里头发已经成型了，中间能剪到最多，越往旁边其实越剪不到。越往旁边过了转角线，基本上就剪不到了。到了侧面，只能去掉一个角。这个侧面，那这个时候两侧已经定好了，在剪的时候呢，只需要把前面的头发剪完之后，让它有视觉就可以了。那这里如果是一个自然的刘海，我们只需要拉短它，因为它是戴眼镜的，我们只需要拉短它到这个位置就可以了。那如果说不是要这个边角，其实我们这里都可以剪圆掉，到了这个位置全部会剪圆掉，变成这样的视觉。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看的，只是看我们到底是想要自然的这个边缘线，还是想要一个平的三角的这个边缘线。所以在剪的时候呢，我们重新起一个长度，刘海可以圆弧度过去就可以了。这个时候在剪的时候，随着这个侧面往后走，越往这个旁边我们越要收，越往这旁边我们越要收，才会把这个角给收掉它。收，再往这旁边一样收掉它。有没有这个边角其实都可以，只是这样剪完之后我们会更柔和更自然。按照上面这个长度来收掉它，再往上，这里都剪不到了，主要是收这个边角。一直顺着过来，一直走。这时候出来这里会比较圆润了。我们这样的话就要把这个边角打柔一点点，其实在侧面这时候出来的结果是往后走，这里再往前走一个倾向，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视觉。那还可以在这里呢，我单独去把边角这样带起来，我去去掉这个角也可以，最后这里得到一个比较柔和的向后走的，夹起来也可以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不需要这里很尖锐的时候，其实对它头发张力比较大，我们不建议去用剪刀一直这样剪。磨掉这一点点角之后，我们顺着这个轮廓往后走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用牙剪去收这里，那这样出来是这种感觉，看到一点点倾斜。那么牙剪做的时候可以不把这个线打掉，我们只打根部，出现会比较好。那后面这个长度其实在这里就够了。这一侧一样，我们以刘海中间这个长度呢，旁边去扩散，角度从高往低降，这样我们刘海往两侧去扩散的时候会更好。这个短推长，如果都是一个角度的时候，它不一定能推得过来。越往旁边我们角度越低，顺着这里剪，去掉这个最尖锐的，这样过来，这里也一样，前面都已经剪不到了，主要是剪这里，
不需要这么尖就可以了，但也去不掉完全是尖的。因为这里在剪的时候呢，这里会有向前提拉的角度，所以这里不会变得特别圆。如果我们低角度一直这样圆过来，那就会变得很圆了。这样呢，这里是比较干净的。同时往前梳的时候，这个平边角还依然会在。整个头呢，我们可以做交叉去点剪，可以用牙剪把所有的发梢去打柔，可以把后面重心比较重的地方这个角再磨圆，这个头基本上就结束了。在吹干之前，我们把底线还要设定好，把所有的角磨掉，这个三角堆积的重量把它磨圆一点点，这样呢它有往前走的力量就可以了，不是要这样的一个结构的框架。这样它也是一个中高层次组合起来的一个卷。下面我就用削刀把底线修一下，它落肩可以翘就可以了，所以这里呢把它削的比较自然。顺着这里开始，不需要这里特别短。他的头发比较韧，其实我们可以做的很薄的这种感觉。慢慢的往前走。这只是高层次短发里面的一种，狼尾里面的一种。先堆积，上面这个区域先堆积，再去做去除。那其实这里呢，如果说我切成这样，它也会很帅。吹干之后去看吧，这不影响它戴眼镜就可以了。它戴眼镜的话，其实这里圆润一点会比较好。如果切的话，因为它的一戴就可能会这里会翘起来，所以这里都是可以选择不同的边角去呈现的。外线长度定好就可以了。OK， 这一侧。薄薄的服帖式的这种，这些是小众客户群体喜欢的，选一些浅色，然后做的视觉会很强。反曲线它可以剪完之后它特别服帖的，这个就是每一种层次它的魅力啊。反曲线不但在于后区这里做得很好，而且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刘海，我用10%的把所有的堆积地方的切口打揉一下，对头发比较蓬，吹干之后呢比较这个松的，直接在湿发的时候把它的发量做好。这打发梢1/3处，这个时候其实就到了我们的耳后点跟我们这个边角点处理这个技巧。这里不需要让耳朵后面变得过空，但它又不能太硬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耳朵后面这里打发梢。那同时这个前面这里干发的时候，我们用剪刀剪一些错开的感觉是很好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旁边这里不可以打太多，如果打太多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外轮廓线就很虚，很虚了，它在戴眼镜的时候就会顶起来。在这里呢，只需要发梢剪一下，然后用牙剪去切这个边角的轮廓线，用牙剪来切，这样出来之后会很自然。
它的线条还是能看得到。厚的地方我们直接剪的根部，这边就理线这里就 OK 了。然后往后一梳的时候，这里会偏圆形。这一侧一样的啊，所有剪堆积的地方，我们发烧用10%。这个堆积是为了填充头型的饱满度，但不可以看到轮廓的印子。遇到服帖的、头发细软的，其实我们可以呢，在做的时候去把堆积剪得比较硬。但一般剪得比较硬的话，它就不属于中高层次了，属于高层次和低层次的组合了。耳朵后面这里过渡一下，边角的区域我们是用牙剪打发烧就可以了。这里比较随意，顺着这里来切我们的边角，切完之后是自然就可以了。这样外面梳下来，还是圆的往后。这里所有的发梢啊，10%打下去就可以了。更大的发片，这边的外侧也一样，包括顶上这里都一样。只是顶上我们在剪的时候呢，通过点剪的方式来剪。这10%的抽这个发梢的时候，把牙剪当做点剪来用。倒带剪并不是说刘海就是往前盖的，它还是可以中分、侧分。那所有的就接下来推干，侧面点柔和就可以了。推干之后，我们把这里的亮去掉点点。这里呢，我选择用剪刀去做。当然也可以选择用牙剪直接的根部，因为它头发是有一点点粘卷，其实什么工具都不重要，它都会弯起来。就 OK 了。这里剪它的根部，一点点亮去。这里是轻堆积的地方，不宜去太多的亮，当然可以持续用10%。到了转角这个区域的时候，你在点的时候呢，在这个里面的根部，这样这里梳下来之后服帖，我觉得就可以了。那么在耳背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划掉一部分。我们可以在内层的地方一层一层去划掉这里的亮，顺着这里走，就不用去考虑外线。有自然卷的头发，我觉得剪柔了、剪透了才是最重要的。这样就 OK 了。
再往上划分，这里一样，顺着这里呢，从根部这里往外划，我要得到是这里去的量比较多，收窄两侧。还有一个，我不用担心它头发会鼓起来，因为它有自然的弯弧度。再往上，每一层都是一样，把这里头发自然梳匀，顺着这里，划到转角这个位置，我就可以不用划了。同时，这个时候我要考虑旁边的头发落在两侧的时候，如何去把这里呢划的轮廓变得柔和自然，让上面的刘海区域放下来，跟这里过渡的时候不觉得这里特别厚。这个区域还可以再过渡一下，一样的。有弯的头发，我们可以大胆去做。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然后这个区域，这边我现在动起来，头发是特别柔和的。这边一样，这里现在会显得比较厚。这里一样，我们选择剪根部，一层一层的来，是收窄这里的区域。10%的只能柔和发梢，它不影响我们的质感。再去纵向拉起来，这些都是比较齐的发梢，点剪一下。后面这里要厚实一点。整个头发如果说它的风格对了，你想剪的这个方向是对的，剩下就是看我们怎么处理这些细节了。这个重心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点剪。同时我们还看到这里底线也是比较厚的，我选择是用剪刀划掉这里的量。根部的地方点剪一下，再到我们的两侧，我分层来做，一直做划剪，不去把这个轮廓做硬，一直做划剪。有自然卷的头发我们大量去做，不用担心头发会鼓起来，这里只要把它做柔就可以了。上面所有放下来的头发都是一样，顺着这里来，以及考虑这个脸基线落下来的头发，只要不重复划到一束头发，我觉得都 OK 的。再往上，一直划到我们这个转角线这里。自然卷的头发分的划的高度以及我们划的这个位置，其实都可以深一点，也可以高一点。OK， 然后我这个侧面得到的结果也是一样。撸起来的时候，这里很柔和就可以了。这一顶上的区域，我们就要选择交叉去来斜的分配，这样交叉。选择胖胖剪也可以，还或者我这种大刀也可以，这样顺着走。顺着走，像挑染一样，我们去掉其中的量。
都是划内层，头发比较蓬的，我们不需要提拉层次，顺着这里。我每次去的量其实不多，最表面这里留住它，这样是最服帖的一种取量方式了。最表面不动它，这一边也是同样的方式，反过来去梳它，分层，一样的方法。只要不是用平剪再去做这个，我觉得都没有问题。因为我的大刀它也是带弧度去划剪。头子这边我们还可以站在这个侧面，最表面的留住它，这里划就可以了。最表面分走，一直顺着这个方向。前面的区域同样的，根据这个刘海的厚度，一直做划剪，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。